另一方面，美国白宫透露消息称，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可能对中国进行访问，这并不是美方就相关人士访华首次放风。有观察指，美方迫切想与中方沟通，原因之一在于美债第二大持有国中国已连续多个月减持美债。香港南华早报3月16号的文章援引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中国对美国国债的持有量从去年12月的8671亿美元降至8594亿美元，连续第6个月下降，创下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低点。美联储大放水带来高通胀后，美国货币政策的急速转向引发一连串新风险。美国硅谷银行倒闭事件表面上是流动性出现问题导致挤兑被迫破产，背后与其所持有庞大美债资产价值减损有关。另据美媒报道，美国当前有186家银行存在与硅谷银行类似的风险，相关事件引发美国金融市场动荡。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3号表示，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当今世界全球金融系统高度关联，美国的银行出现问题，绝不是美一家之事。美国硅谷银行事件已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我们希望美方增强透明度，同国际社会加强沟通，把风险到底有多大，后续如何处置，外溢影响如何最小化等一系列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讲清楚，这是美方的责任，也是国际社会的期待。汪文斌表示，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美国的货币政策不应只锚定国内经济调控目标，要谨慎评估其负面外溢效应。我们敦促美方采取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切实稳定市场预期和投资者信心，避免激进政策调整产生严重负面外溢影响，重蹈2008年金融危机的覆辙。我们也敦促有关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切实采取措施，保护好包括各国储户在内的所有客户的资金安全。中方愿同其他经济体一道，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维护国际经济金融稳定。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美国商务部周二公布所谓芯片投资护栏规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炮轰护栏规定是彻头彻尾的科技封锁和保护主义行径。您对此有何观察？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年两会期间呢，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这一段深刻阐释啊，被海内外媒体广泛关注，并且呢是持续在解读。过去5年是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5年，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急剧变化。不确定、难预料的因素显著增多，尤其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我实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压，给我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今天啊，《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元首访俄，也特别引述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知名中国问题学者叫白明，他的一个分析，就说中国元首就是在用全方位的遏制来概括美方放慢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阻止中国获得尖端技术，削弱中国与邻国关系的努力。事实上呢，如果对照验证本届拜登政府他的所作所为，美方对华全面围堵、遏制和打压，主要呢就发生在这2个领域，也就是军事安全以及以芯片、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科技领域。后者呢，被美国舆论广泛称之为 “chip war”， 也就是所谓的芯片战。同样要指出的是，美方打芯片战，它是既定的国家战略，是全政府的系统行径，是所谓对华强势竞争的主场域。那么，从去年拜登签字实施《芯片与科学法案》，规划500多亿美元投向芯片产业的这个政府专项基金，那么到商务部长雷蒙多这个月初密集见记者发布所谓的美国芯片计划的实施细节，到最新公布的护栏规定，那么都意味着美方对华芯片战它的延续、它的深化推进。如果说美国芯片计划是规范政府专项扶持基金怎么花、如何来分，那么最新的护栏规定就是更加明确的指向中方的所谓的基金限制。但是呢，也正是对美方限制的不同预期，那么对所谓护栏规定它的外部反应，其实是很值得我们来观察玩味的。那么在您看来，对美方芯片投资护栏规定的外部反应有哪些值得玩味之处？为什么会这样？归根结底，美方所谓芯片业的这个所谓的投资护栏，
包括美方自推出芯片与科学法案以来的一系列的布局与操弄，它的本质就是要搞产业霸凌与围堵。护栏正是这样的美式产业霸凌的工具。但是呢，也正如中国最高领导人所犀利告诫的，吹灭别人的灯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挡别人的路也不会让自己行得更远。那么美方瞄准中国的单向打压与封堵，搞所谓的产业霸凌与围堵，无差别加害于整个产业链、供应链，甚至呢，最终连美国自身都难逃其害。韩国它不是美国构筑的所谓芯片产业联盟的核心成员吗？韩国也不是美方在亚太的主要盟国吗？但是呢，在美方护栏规定出来之后，路透社周二晚间发自首尔的电稿就用了这样的一个标题 ：Chip plants in China won't be forced to shut if firms receiving U.S. funding, says South Korea。韩国说，韩企如果接受美方的产业扶持基金，将不会被迫关闭在华的投资企业。那么韩国贸易部周二就发布声明称，研判护栏规定看来不会导致韩国企业在华投资关闭或者是被迫转移。那么韩方呢会继续就相关的事态来向美方沟通。事实上，自美方打响所谓对华芯片战以来，在华早有投资的三星与海力士公司一直在面对美方持续施压、备受煎熬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两家企业甚至被迫论证关闭或者是转让在华投资项目的这种可能性。说起来都是泪。美方的最新细化规定出来之后，韩国芯片业的第一反应竟然是长舒了一口气。因为呢，尽管在华扩提产能会受到限制，但是呢，被迫关门转让的这个最坏的状况与风险，至少是暂时性的化解了。那么在我看来，这恰恰是被美产业与技术霸权来霸凌、来碾压的真实的悲哀。哪怕你被称作是盟友或者是伙伴，其实你也根本没有任何的主动权。当然了，如果联系到此前被媒体踢爆的美方所谓台积电应急毁灭计划，大概三星、海力士们他们就更加不敢抱任何的幻想了。难怪台积电面对路透社查询时会三缄其口，拒绝就所谓的护栏规定来发声作评。要知道，它可是美方所谓毁灭计划的头号目标。但是呢，蔡省长竟然还是要给这一计划的美方鼓吹者前总统国安事务助理奥布里恩所谓颁奖授勋。难怪发言人汪文斌昨天要在外交部的记者会上怒斥民进党当局给鼓吹毁台计划的人授勋，只能表明他们嘴上说的爱台是假，卖台才是真。汪文斌也强调，中方将继续维护中企合法权益。您对此有何前瞻？Guardrail 也就是护栏这个提法呢，其实来自拜登本人，他声称要为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来加装护栏。但对此呢，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在两会记者会上曾有特别犀利的、强有力的反驳，美方所谓给中美关系加装护栏不冲突，实际上呢，就是要中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是这办不到。如果美方不踩刹车，继续沿着错误道路狂飙下去，那么再多的护栏也挡不住脱轨翻车，必然会陷入到冲突对抗的局面。美方搞芯片投资的护栏，其实呢是在扭曲偷换所谓护栏的本意，在产业、资本、技术乃至人力的高度全球化的芯片领域，美式的产业霸凌与围堵，注定是难走通、行不远的。事实上呢，一家总部设在深圳的中国产业领军者，已经用自身艰苦卓绝的努力，对秦刚的强力告诫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发展佐证。华为公司堪称是美国对华芯片战、科技战的头号产业目标。但是呢，前几天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一段讲话，全网刷屏，全球侧目。尽管面对着美国不惜代价、毫无底线的极限围堵，但是呢，华为用了3年时间，完成了13000多颗器件的替代开发。4000多块电路板的反复换板开发。用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前2天在一次内部授旗会议上的说法，华为呢也已经突破乌江天险，实现战略突围，彻底摆脱了对西方工具的依赖。那么面对美方的围堵打压，华为突围成功，一骑绝尘，瞄准这个高质量发展、科技自主的大国产业界，实现整体的突破、全面跨越，一定也是可以预见的光明未来。
好的，也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